Hello，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文。好，我们本来3位大叔少了一叔，这个气势很弱哦，所以我们的而且还没有嘉背宾也很景音乐。对对对，我们的嘉宾非常错愕，我们在干嘛这样？对，好，是我有看你那们的那个开头的。对对对，那我们今天灿叔不在啊，那没关系，我们2位也可以好好的采访我们今天的嘉宾哦。今天嘉宾大有来头哦，是我们就叫他陈老师好了。好，欢迎陈老师。谢谢谢谢 Ben， 谢谢大叔。对，好，那陈老师，等一下，请你自我介绍前，我想先问一下Ben叔啊，因为Ben叔找到了你。那我 OK，们要这个问一下Ben叔，这个来龙去脉是如何？这个 Alvin 陈老师，他是我朋友的朋友啊，没错，我可以说这是我的点赞之交。点赞之点确实，因为就是加朋友之后，我们其实有聊过天，但是因为隔得很远，然后在现实生活中也没有见面过，所以就是其实我对陈老师了解也比较少啊，但是我特别想把他邀请来，然后采访他取取经，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拼命、特别卷的老师。陈老师呢，他在上海的一个对。很放松的。对，陈老师，我就觉得他在魔都啊，上海也叫魔都，你知道上海是生活节奏特别特别快的一个地方，但是我觉得陈老师总能就是找到很多很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跟学生啊参加好多好多活动，然后陈老师我看他还参加唱歌的比赛，然后还参加读书会，还跟朋友打麻将，然后就是好多好多生活，我就特别想知道他是怎么安排好这么棒的生活。对对对。其实我看到陈老师，我就感受到一股松弛感，非常的轻松的感觉。对，那陈老师就请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吗？让大家认识你。对，好，那各位应该是说播客的听众还是什么的听众啊？各位听众或者是观众大家好，然后可以叫我 Alvin 或者 Alvin 陈老师都可以。然后我一般会把自己叫做一个语言工作者，或者说，当然我是一个自由职业，我是一个 freelance，对自由职业的。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朝九晚五工作过，就是对我从来没有朝九晚五。对，我一直这个等一下好好问一下。我一直是自由职业的，对。然后呢，为什么说我说是我自己是语言工作者？因为一方面我会教中文，就刚才家属有问我了，就是教外国人中文，所谓的在内地我们叫对外来汉语。是的。然后另一方面，对另一方面呢，我也教中国人那个日语，对日本，对日语日本，对对，然后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学日文是14岁开始学的，就相对比较早，对。然后对，所以然后平时因为我从应该是六年前吧，6年前开始我也尝试就是做自由译者，然后我也先后的翻译了一些书，然后有第一本的话是英语的，后来比较多的是日语的书，去年有翻译一本韩语的书，对，出版了，对。所以我把自己定义为是，或者也不能说是定义，就把自己当做是一个语言工作者，大概就是这样。不知道这样的自我介绍可不可以？对。这个感觉会日文、韩语也会，对不对？英语肯定没问题，英文就不用说了，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人那就是多语者啦，至少4门语言就多语者啊。那第一个要问陈老师的问题就是，你是怎么样的生活背景下，让你有这个机会会这么多门语言呢？然后学这些语言会不会让你觉得困难或什么？困难非常好的问题，对。因为其实我的学生还有我的朋友都会问我这样的问题：学那么多语言不会混起来吗？或者说，对，我觉得我喜欢语言是可能还是我自己那个追根溯源或者怎么样，是我很小的时候喜欢看奥特曼，就是我不知道台湾叫什么，台湾也是叫奥特曼嘛。乌托曼，我知道奥特曼，对。然后我小时候做梦还梦见和奥特曼用日语交流。对，然后我就是然后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有朝一日我要学习日语。这是我很小，可能我6、7岁、7、8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在大陆有放，因为当时因为中日关系是原版的是吗？当时放的？没有，但是我看的是翻译版的，但就是有那个
配音版的。然后呢，但是因为它的前后的那个，比如说所谓的 OP 和 ED，就是主题曲和结尾曲是有日语的，对，所以对我当时就可能下定决心想学习日语，对，然后后来可能家里也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环境，我在我们内地这边就是说初中的不对，应该是高中的一年级，高中的一年级开始。周末的时候开始学习日语，对，然后因为高中的学习其实也有一些累，但是周末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愿意，然后也是我感兴趣的事情，对，可能周末有学习可能要4个小时吧，4个小时是去那个类似于补习班的那种，对啊，对，但是完全就是你是享受这个过程的，因为对我是享受这个过程，对，然后有认识了新的朋友，或者说也有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我的后来的算是日语的启蒙老师也怎么说，也是我的贵人，就是阴差阳错的把我介绍到一个大学去，就是算是任教，当然我是以兼职的形式任教，对，这都是我觉得也是非常幸运，有这样的贵人，对，对。其实，在我们那个时代都是这样，对不对？就是看了很有意思的日本卡通，然后日本动画，然后慢慢对日文产生兴趣。但是当然，本身陈老师要对语言是有兴趣的啦。像我也很喜欢那个哆啦 A 梦那些，但是我就从来没有想要学日文。大学有学过一点点，只会皮毛而已。对，我那个时候都会拿磁带把那个就是开场曲啊、结尾曲我都会这个录下来，然后就是，但是我都还会跟没有想去学这门语言，跟同学一起比手势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不知道台湾是怎么样，内地有经历过那个动漫杂志或者音乐杂志的比较畅销的年代，然后当时的话可能版权意识还没有那么强，然后就是有一些动漫的一些主题曲是可以直接怎么说把它录制在 CD 上或者是 DVD 上，当时呢它都会有一个小册子，那本小册子上有那个 CD 的歌词，然后歌词会有假名，对，有日语的假名，然后当时就非常喜欢买，然后每期都买，就很珍惜这样的。我最近因为内地有一个叫闲鱼的那个 APP，然后我最近就是买了一个，我可以拿个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卖二手的这个商品的一个 APP 叫闲鱼，二手店吗？2003年的22年前的。22年前的一个当地内地的动漫杂志的一个，应该是下半年的合集，它应该是2003年这个动感新势力这个动漫杂志第一次，就是所谓的第一期嘛，对的。我在闲鱼的平台上买，因为我觉得我一开始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在闲鱼上买东西，就是我今年啊，就是我之前我知道闲鱼我从来没有买过，对，然后我觉得可以淘到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对。这个陈老师这种行为应该是宅男才会做的事情啊，对，有台湾的，对，或者说是的确是，对我们如果一会儿讲到那个潮玩的话，也是可能是宅男的可能或者说是女生会喜欢的事情，对，可能一会儿要给我们看一看那个在家里做一个 tour， 应该有很多潮玩吧。我其实我潮玩刚才已经把位置已经移动好了，需要的话我一会儿就可以随时展示。对，好开心。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一定要好好的讨论潮玩哦，因为这个是陈老师的一个爱好哦。那我们先回到陈老师的这个工作背景上好了。陈老师，你是一个线下中文老师。主要的工作，对。还有，我就想知道陈老师怎么避开这个朝九晚五的生活，就是毕业以后，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家长啊，或者是你身边的人啊，都会说找工作都不会觉得说找个正常的工作，你不要这种，或者说正常的你要，或者内地的话会说找一个有编制的、有体制内的工作，对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我的爸爸妈妈愿意让我去尝试，然后他发现我尝试的这个状态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状态，或者比较 enjoy 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爸妈非常开明，回头看我是非常感谢他们的，对。所以呢，我一开始其实我的本科是韩国语，就是韩语，对。这是为什么你会韩语？对，我本科其实是韩语，然后但是本科毕业之后，我当时就想，我不想工作，对，我当时不想工作，已经你的立定志愿呢，就是我不想工作，我不想那么快工作，不想对。但是你周围的人他们会
你实习因为当了吗？你找工作了吗？会不会对，因讨为当时论这些？的韩语系的话，其实很容易找到工作，当时嗯的就业环境还是非常好的。嗯对，然后对我当时就选择了考研，就是所谓台湾的啊研究所的那个我们这边对是考研，对。然对，后考研也比较顺利的考上之后，考研当时是2年，对，2年之后的话，我一度想考博，因为我不想工作，对，后来就想啊，但是考博失利了，对，但我觉得失利了也哦，对，失利也没有什么不好，后来回头嗯想，对。然后教那个外国人中文，其实也是机缘巧合有这样的兼职机会，然嗯后对，在上海的某一所大学，就是嗯我记得我第一次带的学生班教是法国的学生，所以对我的法语也是因为这些学生教我的，或者说我会哦，去学习你还会法语的习惯。法语哇？对，因为我昨天去还有参加了一个。多少是我们不知道的？对，因为我昨天去参加了一个法国的年轻嗯作家在上海的那个读者见嗯面会，当时我嗯昨天是第一个提问的，我用中文和法语有提问，对我还是哦，比较幸运，对。嗯 OK，好，嗯那这个陈老嗯师，因为我觉得这个正常上班族的工作，嗯。就是大家一开始毕业之后都会先尝试这一个。那你在这个朝九晚五的工作的尝试下，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比如说不顺利或怎么样，会不会？首先，我没有朝九晚五过，所以我并不知道朝九晚五的困难是什么，我只能想象嗯朝九晚五的困难是什么。然后呢，因为我的教中文当时时间是可以选择啊，比如说哦当时嗯是9点到，比对，如说9点到12点的课，那下午你没有课，你就可以回去了，你可以嗯做自己做的事情。当然，嗯你也可以选择下午的课，对，就是因为你可以嗯选择时间，所以就像刚才那个 Ben 问我怎么可以不朝九晚五，就是因因为为首先学自习。由职业者，你对。也可以一直排你的时间呢，因为没错，你下午有对，空，但是你可以再找一个没错，兼职安排是的，上。嗯，嗯，所以你是是的，怎么想？哦，下午我要就是享受生活就好了，不要去。当时刚毕业没有这个概念吧，我只嗯是觉得我跟留学生在一起很开心。我记得当时我有和德国人互相学语言，我们语言交换 嗯 language exchange，当时有一个。对的，我前些天还在我的嗯抽屉里翻出了可能10多年前我的笔记本，然嗯后当时是一个德国人教我中文，不是德国人教我德语，我教他中文的那个，他有笔嗯记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嗯得好怀念，对。对，就嗯是我比较享受学习语言的过程，或者说我自己也在教语言，然后我自己同时有在嗯学习语言，既是一个工作的人，又是一个学习的学生的角度。嗯对，对对。嗯那我想问一下陈老师哦，就是现在中文教学有很多流派嘛，对不嗯对？有 CI 嘛，就是 Comprehensible Input，还有嗯。有的老师是专门教 HSK 的。那我想知道一下，你们在大学是教哪一方面的东西？像以你来说，或者你在线上，你会比较提倡哪一种的教学方式？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这不仅是中文教学的问题，是整个的语言教学的问题？对，因为对对，其实说实话，当时刚开始中文教学的时候，我并没有现在其实也没有很多啊，就并没有很扎实的那个语言嗯相关的这些理论知识。我的这些理嗯论知识呢，其实我在2014到2016年的期间，我在加拿大有学那个 TESOL。就是对外哦英语教学的这个东西，所以我的这嗯些知识都是在我学 TESOL 的时候学到的。所以嗯比如说当时 TESOL 的时候有讲，他们强调的是一种怎么说，要有真实的语境啊，对于对，英语教学是要有真实的语境，不能是你想象中的凭空捏造的，这些是不可以的。所以我在运用到我中文的教学上，也是肯定是要给学生真实的语境、真实的场景，比如说他们刚来中国的时候，可能怎么办银行卡，对吧？怎么嗯，怎么对对对，怎么说？对，对对对这是非常重要的语境，因为你比如说你对要去海关，因为你要按照内地法律24小时之内必须要申报嘛，必嗯须你到了。对，怎么样？比如说你去点咖啡，嗯因为当然现在没有像之前那么方便，就是不是，应该是之前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啊，就是因为现在的话，可能很多国外的卡，就是信用卡什么的，你可以直接刷内地的那个地铁，就直接可以刷进去，以前没有，哦那你要教他们怎么样去比对，如说买交通卡怎么样嗯哼，去用手机连那个微信、支付宝这些，对吧？这些哇这些比较切身的，对他们来说是真实的环境中真实的他们会遇到的事情，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嗯。嗯
这么听就是好老师，因为懒的老师我就直接拿一本教材就教教材就好了。就是陈老师说的这一个每个语境都要准备这个材料，我都直接跟老师跟那个学生聊天就好了。对，我觉得聊天也是非常好，因为你在聊天的过程中，你可以知道学生有什么问题，然后你可以去解决。对啊。但是这些真实语境要准备好多材料，我觉得要有图片啊，要有这个，没错，有那个语境里要说什么话呀，这个，但是有一点好处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因为有接触过不同的语言背景的话，就是可以是触类旁通，或者说是很多的道理或者原理是一样的，对，对，我觉得Ben老师一定会有很多部分想要跟陈老师讨教，因为 Ben 老师可能是跟陈老师完全不同类型的老师。Ben 老师是那种把自己每天都排得超级满的那种，把自己折磨死的那一种老师。那这个陈老师可能会用不同，等一下我想问你，你怎么去安排你的时间？对，所以你是怎么做的哦？我是完全就是相反的，我现在又恢复到那个自由职业老师，然后我现在有空的时间就是本来想休息一下，后来想算了，赶紧把明天视频的那个字幕剪出来。因为你有任务吗？你有任务，而且你应该是一个不会去拖延的人。我觉得 Ben 啊，就是我一闲下来我就觉得焦虑，我就赶紧就找一个工作填到那个时间，但是我就没有休息的时间，然后感觉好像除了工作就没有爱好的这样感觉。所以如果你把工作，如果你工作你是在工作中你可以找到乐趣，也许也是比较好的。比如说你可以把工作成为了你的一种爱好，或者说之类的。对，但是我已经太熟悉这样的形式了，我很想从这个圈子跳出来，就是找一些新的乐趣，但是所以我得从陈老师这边取经。今天邀请陈老师的重大任务就是陈老师教Ben老师怎么松弛下来吧，你是怎么安排？我觉得取得平衡，不妨尝试一下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对，我觉得对。不就是你或者说你之前从来不会去做的事情，对，先从这一件小的事情开始，这样的话，因为我的建议就是因为你可能之前的生活模式比较可被预见嘛，比较固定，可被预见，那你就是要打破这种模式，你只有打破了之后，才可以慢慢形成自己新的模式，对，或者说慢慢形成你自己愿意去。你是怎么发展出来你的这些爱好的？因为我小时候我家教比较严格，就不让看电视，然后我要没有玩具，然后就是学习。陈老师，你怎么决定这个东西可以成为我的爱好？就是怎么去？我觉得，说实话，在当下你是没有办法决定，它会成为这个爱好。你在刚接触它的时间点，你是不知道它会不会成为你的爱好。首先，你会慢慢的，可能你觉得这很有意思，比如说打麻将。打麻将，我后来想起来是我的2个表姐，那时候是去我祖籍的宁波的地方，然后宁波那边就是有可能看他们打麻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可能是我初中的时候，然后慢慢的，然后我学习日语之后，了解了日本的麻将、励志麻将之类的，就会想我们这个国内的麻将或者甚至是两岸的麻将的打法也不一样。我打过台湾的麻将，对台湾的麻将不一样吗？台湾的麻将跟大陆的不一样，因为大陆各地都不一样吧？我觉得台湾是16张嘛，而且你们有那个什么利咕的那个牌型，对吧？利咕对之类的，对。茶叔会打麻将是吗？我会打麻将，对，肯定看得出来，对。对，就是你在接触之后，因为我觉得往往是你在接触一个新的东西之后，你会延伸出很多的，就像你可能该怎么讲，玩大富翁的时候，你走到这一格，你可能会有新的道路 A、道路 B、道路 C 会出现新的选择，然后你再根据你当下的可能反应或者当下的你的决定，也不能说是决定或者直观的你的一个判断，你去对，往往都有一些你的爱好都是在不经意之间对形成的。只要你不住在这，你要住在这，我肯定就跟你去打麻将。对，但巴塞罗那，对我还是挺喜欢巴塞罗那的，对，因为我是2013年的时候唯一来过一次欧洲旅行的时候有来过。我觉得好像这边的就是这个娱乐的形式跟国内也差很多。我觉得这边娱乐形式可能就是大家出去吃饭聊天，然后就猛聊，然后要不就是去喝一杯鸡尾酒啊，还是在聊天啊，或者是去那个夜店蹦一下，跳舞之类的。然后感觉好像
偶尔会玩一下那个这个密室逃脱呀，就也不是，但是照国内的那个级别差远了。可能也是华人开的吗？还是不是啊，是外国人开的，但是你就感觉好像是很古早的那种密室逃脱，就很简单的那个解谜啊这种的。但我觉得好像在魔都，在上海这个娱乐方式特别的多，对吧？我需要你给我们我觉得是，而且我觉得尤其在对，尤其在 COVID 之后，各项的文艺演出也是无论是任何国家地区的文艺演出，很多都是先学上海。像今年我都看不过来了，就是我都开始想我到底要看哪个。比如说最近有那个法国的那个红与黑的那个音乐剧，有日本的很多的比较好的那些可能1线2线的那些歌手的演唱会，或者有些在 Live House 的那些，真的就是看不过来。所以为什么我的很多不是在上海的朋友，他们就说好羡慕，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是你们上海先来的，先流行。对，因为上海的我觉得上海它的资源还是真的很多，然后演出你真的只要你去关心的话，太多演出了，太多。对，对，是因为这边西语的我不太看不太懂。西语的话，那个上海的那个塞万提斯那个塞万提斯那个图书馆，我前2天刚去过，然后他正好是那个阿根廷的那个漫画家，是叫画的那个人物叫马德法达嘛，是那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就是对，就是最近在办这个展，就是可能学西语的，或者稍微了解一些西班牙文化的，他们会去看这个，而且这个塞万提斯的展几乎就是都是免费的嘛，而且那个地段也非常好，在魔都的黄金地段安福路，然后大家只要来上海旅行的人都会去，对，这个更好，因为到上海肯定都会这个本地化了，这个所有的东西都翻译好了，也会更享受。有时候我在这边去看那个话剧的话，我就有时候觉得大家都在笑，然后我没有 get 到那个点，然后这是正常的，因为这个需要时间 get，对，需要时间，对。所以陈老师应该有很多学生去上海找你玩吧？会不会？会，或者说我去找他们玩，我如果出国，或者说离开内地去别的地方，会。对。所以如果有学生去上海找你玩，你会带他有一个做什么活动 routine 吗？还是第一站到哪里？会有 routine，因为现在的话。因为如果是第一次来的话，一定会要看一下，就是所谓的那个黄浦江两岸的这个，尤其是夜景嘛。以前的夜景是从浦西往浦东看，就是浦西的外滩。现在其实可以从浦东往浦西看，因为它浦东新的有一个叫浦东美术馆，它的缩写是 MAP。就浦东美术馆那边那个点，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看夕阳西下、看落日或者看整个一个非常好的点。对，现在可以从浦东往浦西看，对，然后这个是一定要的。还有呢，就是如果这个季节如果有朋友来上海的话，正好是大闸蟹的季节，对，可能再过1-2个礼拜，正好是大闸蟹的季节。因为我下周天应该是下周6还是下周天就会和日本的朋友去吃，在一家那个大闸蟹的店会去面对，对。但我总觉得，除了这些经典景点之外，我觉得你还会带他们去一些比较特别的小众的，他们的性格，因为他们比如说有的人是，比如说，他本来就是喜欢，或者是他本来是类似于可能自己是在哔哩哔哩这个网站上是 UP 主，或者他是 YouTuber，那可能会带他去一些那些不一样的，会适合那些的点。那有一些如果，还是要看他的性格，比如说有的人喜欢，遇到我比较喜欢看书的，或者说呢会带他，我甚至有带过，应该是在大学期间嘛，是带他去了上海的，可能我一天带他去了9家书店，对，就是对，但是都不是很远啊，就是地铁都可以比较快了，对，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逛书店的，对，还是要看就是你的朋友不同的性格，对，不同的性格，对。哇，那这样我真的很好奇，我从来没有去过大陆。那个陈老师，如果茶叔有一天要去找你的话，那我现在算是一个小 YouTuber 嘛，那应该会是怎么样的行程最适合我呢？我可以拍一拍，然后上传。对，然后就是，如果是冬天来的话，我刚才有一个想法，可以就是这么快？对，有一个对，就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个茶叔是台湾的哪个地方？台北，我在台北。台北对，台北。那比如说因为台北的最冷的天气是什么？是几度？台北最冷就也没有很冷就可能5-6度吧，5-6度算非常冷。那其实还是挺冷的。我刚才想到的是，可以让
因为茶树体验一下，因为上海这2年有过零下5度、零下4度，就是在那个什么，就是天气预报写是零下4度、零下5度，但其实体感温度是更冷。但是上海会下雪吗？偶尔会下雪，偶尔会下雪。对，偶尔会下雪。台湾不会下雪，对。对，然后台湾下雪肯定会上新闻，对，然后对，就会上新闻，对，对，冬天啊，对，还有上海新建了一个，但是是室内的滑雪，我觉得可能台北也有室内滑雪吧，好像是在一个酒店的上面，是不是？这也是我学生跟我说的，就是有一个室内滑雪的，之前他们在做宣传，对，可能因为可以去相对热的地方来的话，可能去跟对吧冰雪相关的会好一些，对，对 ，OK。所以茶叔去雪地里打滚嘛。我去韩国滑过雪啦，我一跌倒就爬不起来了，所以我没有滑雪的天赋。你会很兴奋吗？见到雪会？我会想要堆雪人对，对。因为我第一次也是我在多伦多第一次就是遇到下雪的时候，我也很兴奋，然后当时的确也堆了雪人，但是那个雪人非常丑，那也不去管它，但是很开心，对，就很开心。因为在上海虽然偶尔会下雪，但是雪很难积起来，对，对。那茶叔他是 YouTuber，他想发一些很值得炫耀的照片。比如说，因为我想到之前那个什么馆长来内地的时候，他其实当时有很火，然后还有那个其实也可以连接到我们之后的那个潮玩，那个馆长在那个的时候还说到什么议员徐巧芯拜他去拜托他去买拉布布什么之类的这些，对对对，馆长是台湾的，对不对？对，馆长是台湾的网红，对，就这些，对。但是我们不能走馆长的路线，我们就挑一些有意思的，对，不太一样的，然后可以让那个茶叔可以流量暴增的，对，就是这样的。对，我需要流量，需要流量，真的很需要流量。现在是流量为王的时代，对。那我呢？我现在我去了，我就是不想看景点，我就想找体验、找活动，就是没有体验过的，想经历一些对没有体验过的事情啊。那你可以去上海这些年新开的一些一些店，或者新开的一些，我不知道 Ben 喜不喜欢那些艺术展览啊，就是或者新开的那些艺术展览的一些，可以去感受一下。对，然后那个刚才不仅是文艺演出、艺术展览，也是上海是非常非常多，也多到就是你要选真的是看不过来。对，你怎么找这些信息呢？是有一个专门的 APP 还是？其实有很多，我的消息源的话，当然如果内地的话，可能小红书是比较多的，还有的话可能我会有一些英语平台的那些，因为他会给在上海生活的那些外国的朋友，他们的生活也需要丰富的生活嘛，会有些英语的平台或者有些日语的平台，我会有这些的平台的东西，所以我会多方面的了解一下。对，其实我有个爱好，就是我想要去看歌剧，所以在上海歌剧演出多不多？比如说我想要看那个猫啦，或者是悲惨世界啦，他每年还有比如说像妈妈咪呀什么之类的这些，对对，就他其实每年基本上在 COVID 之后1年会来一次或者2年来一次，就比较经典的会来，因为中国市场很大，而且现在他们采取的模式是中国巡游式的模式，就对，然后可能。比如说上海，然后苏州、杭州，然后再往南，可能广州、深圳、香港，然后再回到往北，然后再可能湖北或者武汉，然后再往北，什么北京、天津，这样他会采取一个巡游的方式。因为之前有一个就少年派的，但他少年派并不是他那个应该是话剧吧，类似于话剧吧，就是那个少年派的那个，他就是我去听了那个他的这个演出前的一个等于是介绍之类的，然后正好和我昨天去那个法国的作家是在同一个场地啊，然后对，然后他当时就有介绍他们整个他们的一个 team 是怎么样从就是中国各地的一个巡游的一个方式，对。然后那个比较有意思，因为少年派里面有很多动物嘛，它的那些都是都是用人模仿动物，对，而且他为了模仿这些动物，他们真的就是去或者是动物园或者去哪里，就是他们去实地的去做了一些学习，做了一些模仿，然后还花了3个月还是2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容易的，就非常专业，对，很用心。
所以陈老师，你的日历上是不是都写满了？就是已经计划好了哪一行程周的哪一个周末看哪个演出，然后我一般是就是我有，因为我也有就是写所谓的手账，因为可能学日语的会有写手账的习惯，就是类似于这样，就这样我这边就是我的手账，对，我的手账本，对，你是不是今年都排完了？今年的这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就可能会有一些对类似于这种手账的，可能是会写那种手账的安排对之类的。几月几号会做什么？对，当然手机上也会，手机上也会，因为对，手机上什么？手机上也会写，对，因为有对这样的话，就是会怎么说，就是知道这叫做，有时候可能事情比较多，会不会搞混起来之类的，对。所以今年你写的手账上面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还没有发生的，对。我今年是想翻译一本书，我可能是至少翻译一本书嘛。对，我其实那个漫画已经快出版了。是什么？哪一个语言的翻译？是日语的那个漫画，其实是一个系列。我之前有翻译过那个系列的其中的8本，对，然后新的4本4册是在12月份可能会那个出版。对，然后出版你就开始翻译是吗？不是，我已经翻译好了，对，就是对，因为它一本出版，对，一本出版，对，然后那个其实蛮有意思，是讲登山的一个漫画，然后是一个女生，其实是一个 i 人的女生，就怎么样刚进工作之后，然后就去怎么说去登山，就我们刚才说那个 Ben 说想体验不同的生活，可能如果 Ben 之前从来没有登过山的话，不妨可以在我不知道巴塞罗那有没有什么这些登山或者什么远足的活动，可以体验感受一下，对。有道理，就是感觉这样的人生活应该很忙，那你感觉就是又是一个很有松弛感的人，有一点冲突矛盾的感觉。但是享受的。其实刚才 Ben 说我很松弛，可能是因为松弛和那个计划的忙碌看上去可能是彼此是冲突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怎么说？因为其实像比如说以我昨天的行程来看，我昨天行程完全可能上午我去了上海咖啡节，就上海韩国咖啡节，然后在那个虹桥火车站附近，这个是我本来就想去的，因为而且离我家也不太远。但是对，然后这个咖啡节上，然后怎么说？因为它有应该是40多个摊位，然后其中有两个是来自日本的咖啡的品牌，然后有一些中国的咖啡品牌，剩下大多数都是韩国的品牌。然后其实我对咖啡不是可能茶叔比较了解咖啡，我对咖啡的了解比较浅。我昨天才知道什么叫做龟夏，就是有一个咖啡的品种叫龟夏，然后可能 GEIS 是 Geisha，有像那个日本的艺伎的那个拼写是一样的，有那个咖啡的品种的特别的怎么说，这2年就可能比较火，或者说它的味道，对，味道是可能是像柑橘类的这个味道，然后就可能在一个活动之中，你会不是说我去不经意的学到一些东西，不经意会学到一些东西。然后我昨天还跟一个福冈的小姐姐就聊了会儿天，聊了10分钟的天，因为正好一开始我昨天是11点开的，然后一开始没有什么人，对，然后聊了一会儿天，然后因为我是先看那个40个的摊位，我找到了只有2家日本的摊位，我就先去日本摊位，然后去了日本摊位之后，然后跟小姐姐聊天之后，我让她帮我推荐韩国的摊位，然后对，因为我不知道要推哪个。当然，如果你按照我不知道去哪个嘛，然后但是如果你按照它的宣传单，它会上面写这个是2024年什么釜山韩国的什么咖啡节的可能决赛选手，那当然可能我们会去这样的地方，但是可能这样的摊位可能人很多嘛，对吧？然后我会请那个小姐姐帮我推荐了一个，其实也是很怎么说很随缘的，她帮我推荐了一个是她。昨天就是前天，他去借冰块的一个摊位的那个韩国对，然后就这么，然后我就因为我昨天下午还有日语课，所以我就去那个摊位，然后再聊一聊天，然后顺便因为我韩语是我的本科的专业，但是我其实生活中用韩语并不是很多，顺便算是练习一下韩语，然后遇到了一个也是韩语系的算是学妹，对，然后对互相就我觉得很多还是蛮奇妙的，对，对，其实很有意思。刚好又说回来到语言的话题，你现在会这么多语言，你是怎么？就是你是某一段时期只学某一种语言，还是提高某一种语言，还是说你会这样切换的？对我来说的话，我是都同时学习的，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侧重点，但是我
并不会只学习一个语言，对。然后比如说在我的但是我会只要遇到，比如说我觉得有意思的表达或者有意思的东西，我会当下。但是现在因为智能手机很方便，你会用比较好的app，你可以去记录，然后记录之后你可以随时查阅嘛，对，很方便。然后，而且语言之间，因为变也是比较，也肯定了解。比如说你是学西班牙语，你去学葡萄牙语肯定是很方便的，或者你学法语也会很方便，因为是有，对吧？有那个语言学上的这个亲属关系，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可能是看你生活中的这些语言的频率。比如说对我来说，可能现在用英语和日语的频率比较高，对对，我所以每天。你主要是自学，还是你去周末的时候就找上这个老师，对啊，好问题，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对，因为我最近正好大概是1个月前，然后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我接到一通电话，那电话说，您要不要他也没有养您了，他就说你是不是要去法国留学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的这个号码的，然后后来就说他有这个班什么什么班，就大概什么不同的 level 不同的难度都有，然后我想这个我问他可不可以试听，他说他当然可以，那我就去试听了。然后我试听之后发现那些学生后来我才知道，我一开始以为是高中生其实他们是初中生，就初中2年级的，就对，初中2年级的然后他是一个小班，然后就可对，能只有4、5个人，然后那那个尴尬吧？我当时这个，对，我觉得还好，我后来我就试听了一下之后，其实现在的是什么？现在的目前的状态就是我现在和他们一起在学，然后学的真的吗？教材是，对，我跟现在学的教，跟初对。中生在对，学，我跟应该是四个初中2年级的吧，嗯，的学生一起在学法语。我们用的是那个差不多现在是那个欧盟那个语言标准的那个 B1的那个，因为 Ben 比较了解嘛对 对 B1 的那个对对，标准。那也很对不错了，对，对，因为我的法语一直是因为可以可能自然的交对流了，不是对，说就包括你会想很多，对，是包括比如说我可以去法语提问，所以昨天那个法国的那个作家我就可以提问嘛，就对对对只要你对，事先有所准备，你就可以去提问，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因为我可能也不会想到我有朝一日会跟初二的学对呀、生一起去，对。但是我觉得我回想起来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都仰对。视你吧，一个大哥哥，他们不知道我的年龄，他们不知道我的年龄，对。然应他后该会觉得们以为你是很奇怪，初中生，怎么来了一个怪叔叔？是的，对。然后，但是他们知道我去过，因为老师有问我什么为什么学习法语啦？我说我当时在那个多伦多有学过1年法语什么之类的，啊，对，就他大概有知道我就对。但我觉得，所以你有跟但是我他们打成一片吗？我有还是现在慢慢，因为一周只有1次课嘛，然后啊？一次就3个小时，对。但是现在就跟他们还是关系好像就挺 OK 的，然后也会问他们喜欢什么，或者初中生可能因为他们的爱好流行什么？对流行什么，对，还挺有意思。就他们可能像那个男生喜欢玩那个 Naruto 的那个网游手游什么的，火影忍者的手游什么之类的，对嗯对。，OK，那我对，觉得我们应该要进入重点了，就是我们的潮玩，潮玩对，对不对？哎，可以这个陈老师，我觉得你先介绍一下嗯潮玩的定义嗯。好不好？因为可能很多是，学生不是很了解对，潮玩到长文它的底是什么。英语是写的是 art toy，然后它用的是 art toy 的这个翻译其实如果要正确的定义，大家可能还是要问ChatGPT 可能会更好一些，对更完整。对，更完整一些。我只是说我的理解我的理解可能首先潮应该是潮流的潮，对吧？玩的话对是玩具的玩，那就是可对能对，是目前的一种潮流的玩具。那这种玩具是可能不是大家想象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玩具，不是给比如说。孩子的，对吧？对，以前的可能玩具只是给孩子的，那现在的这个潮玩的年龄的范围嗯，就很广，对吧？范围很广很对，大。比如说最出圈的是可能还是，哎，当然可拉布布，能还是要拿糖胶的比较好糖胶的那个 拉 Labubu 布布，对，糖胶这是第3代的糖胶的 Labubu，然后对，然后这个，但是它的出名其为什么你的是实很有意思。白色的？因为其实是白色有一点点紫色，对，然后因为可哦，能是光线的关系，对，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因为它不是一下子火是2024年的时候，对当对啊，时对，对，当时是一个韩团的 Lisa，就是其实是一个泰国的女生，一个韩团的泰国女生，在自己的 LV 的 Louis Vuitton 的包包上挂了
这个挂了 Labubu 挂 Labubu，然后呢，Labubu 的设计者是那个 Kasin 龙，就是龙家生。龙香家生呢，他港的那个，是出生在香港，后来因为父母一起移民到了荷兰，然后在那边，因为他也是语言不通嘛，语言不通，他就是可能去图书馆，然后看了一些北欧的神话，看了一些北欧的那些故事，然后给他了一些灵感。他在2015年的时候，他就是画了那个 The Monsters，就是这个系列，然后里面就有一些。它其实拉布布不是一个角色，它是像一个种族一样，一个拉布布对啊，那是一个种族对。哦，对，然后而且老布布的在他的设计，他的性别是女生的性别，老布布的男朋友叫 Tai Coco，对啊，就是对，他是一个也是拉布布所以的种族，对。你有他们一家吗？拉布布一家其实我一开始知道拉布布是非常特别机缘巧合，也是我的一个应该是教日语的那个地方的同事，然后呢，他给了我一个我一开始不知道那个是什么，长得像骷髅一样的，其实那个是拉布布的男朋友叫 Tai Coco，但那个东西我今天刚才在找没有找到啊，他那个形象是像骷髅一样的一个形象，对我当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但我知道这个是泡泡玛特是 Pop Mart，对对，后来就可能是去年，就是因为 Lisa 在她的包上挂了这个 Labubu 之后，一下子可能就成为了一种潮流，对，你怎么抢到你的？我听说就是基本上你想买也不一定能买到。其实很难抢。我是在那个抖音上，这个应该是在抖音上的抢到的，对，不还是比较难抢的，对，因为可能我们的听众也知道这个黄牛这个词啊，黄牛它会有专业的那个编程，或者它会就肯定是它的途径普通人的来抢速度肯定是对管道途径管道对，然后这个我们一般呢只能可能凭运气了，大概是这样，对。对，而且我觉得潮玩有意思的点是，它其实，像泡泡玛特现在85%的收入是跟那些艺术家，比如说刚才的我们说的那个龙家生的这个，对，比如这个它还有也是小布布，它是有那个哦便利店系列的，这个是饭团啊。哦，这个在哪里买到啊？这个好可爱，我看了我便利店吗？这个其实不难抢，这个不太难抢，对，对，还有可能之前很难抢的，现在也不太难抢了，是跟可口可乐的，就是这边有合作的那个，对，拉布布的系列，对，这次回国我也买了一个，我也买了一个太空人，这个我有，我有，是我朋友给了我一个，但是我那个是棕色的，我那个是棕色，是盲盒，然后就是我当时我看我就想抽这个，然后一下就抽中了，对。然后，潮玩，比如说我为什么喜欢，或者说那么多人喜欢潮玩，我觉得它会，简单的讲，它可能给你一种情绪价值，或者说给你一些，给你陪伴吗？对，当下你可能会觉得很可爱，这个觉得很可爱。但是如果对于我来说，我会比较想去了解这个设计师是谁，或者说这个或者他的为什么会设计这个形象。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的，其实你们可能看到这个啊，这个其实是小野叫 Erono 小野系列，但它是其实跟那个小王子，就是那个Le Petit Prince 那个小王子的那个这个 IP 有合作啊。然后它其实设计的非常的。你看它后面有，可以拉这个，对，它后面有那些小药，就是它这个是一个叫小商贩的一个形象，它后面其实这个东西可以打开，里面有3颗小药丸，就它设计是非常的精巧或者什么之类的。对，但也是泡泡玛特是吗？对，然后就是这样，他们对。哎，现在是不是潮玩它就跟泡泡玛特挂上钩了？还是说它有没有它也有竞品，比如说像那个。那个什么来着？它还是有竞品的，只不过泡泡玛特的话，它专注在潮玩上。对，因为刚才说它85%的收入是跟艺术家的合作 IP，15%可能15%左右是他买了一些，比如说他跟迪士尼或者跟航海王的，像航海王这个是航海王的，就是那个航海王的 IP 的。对，然后这个也是它，就15%他们的收入是跟那些已经有的一些 IP 合作。对，合作，对，所以你都买了哪些 IP 的？不是你买了？我今天其实有的是别人送我的，对。然后像这个是别人送我的，像最近很火的一个中文叫星星人，然后英语叫 Twinkle Twinkle，然后它这个其实可以亮，对。而且对，然后呢，这个 Twinkle Twinkle 比较其实这个是我朋友给我的。后来我分析了一下，它比较火的原因，可能是它给人一种比较温暖的感觉。然后，因为它每一个这个盲盒里面会有张小卡片，然后那个小卡片上会写一些比较温暖的话语，这些对，可能会比较治愈人啊。对，不行，对我来说这个
太温暖，太可爱我喜欢这种比较拉布布比较阴 evil 一点。灰暗的，对，还有的话，比如说这个也是这其实既是那个设计师的款，又是跟那个它有点像那个唐老鸭的那个 Donald Duck 的那个，对，所以这是 Dimu 的系列，这个也是可能1个月之前就是抢到的，也是在抖音上，对。哇，还竟然要抢！对，因为嗯是的，这个也是 Dimu 的耳机包，就是跟刚才那个形象是一个形象。所谓的耳机包的话，就是你把这个打开，你把这个打开，然后你可以里面可以装耳机，可以把耳机塞进去，就是你的那个无线耳机可以塞进去，这样。所以出门的时候，你的包上面有挂一个，都是潮玩但我会每天挑一个，对，每天挑一个，我只就是谁陪你出门是吗？对对，每天可能会挑一个，对还是对，我可能会比较关注他们的设计师或者背后的一些像背景会很有意思，对对对，所以不是说为了我挑一个就是大家都没有的款，然后很有面子。比如说大家都没有一款，可能是这个，因为这个 IP 是一个泰国人设计的，但是我就挺为他抱屈的，他在国内一点都不火。对，他叫 Kubo，对，因为他像这些就不像之前像 Labubu 实在太火了，对吧？对，这个是一个泰国女设计师的一个叫 Kubo，我觉得他其实设计的很酷，就是那些男生的，我也蛮喜欢的，对吧？对，但是他在内地好像没有火起来，对，或者说对他在泰国火。在泰国可能对，可能泰国是有一定市场，但是我没有具体查数据啊。但是，比如说你们会看到，比如说去一家泡泡玛特的店，会很明显非常火的 IP 就是没有的，有一些都有盒子的那些就真的就是不火的。就有时候会想啊，可能人也是这样，有的人就是运气不好，运气对，明明有才华，运气不好。是的，会有这样的感觉，对。那陈老师，我想问一下，你这样玩潮玩，应该中国有一些潮玩圈，对不对？应该你们会交流或什么？是透过什么 app 吗？还是有什么特定的方式？首先，它是有那个这个潮玩的因为因为毕竟是盲盒，你不能够确定你一定可以抽中那个，对不对？对。所以呢，会有平台可以让你，比如说我懒得抽盲盒了，我直接就买这一款是可以，会有这样的 app，会有这样的 app。然后呢，我不能说我在这个圈里，但是我说我身边的那些同事，那我们可以交流，因为他们喜欢，我们可以交流，比如说有相同的喜欢的 IP，交换会交换，对，我们交换过，或者说谁的生日我帮他买了一个什么 Cry Baby 也是一个泰国设计师的一一个款那其实也可以拉近你跟一些同事朋友的距离，对吧？就突然有了一个共同语言。是的，对。如果有学生想要进入这个潮玩收集的这种行列，他是不是需要花很多钱？我觉得他在国外的话，肯定像这面也有泡泡玛特的店，就是比国内要贵好几倍。对，那个我也查了，台北也有，对，台北、巴塞罗那都有，对，然后价格对会贵一些，对。就比国内的黄牛还贵，这边。所以这个要玩潮玩的，可能荷包要注意一下，可能要首先你要花费蛮多。对，就是尤其是学生朋友的话，还是推荐大家还是要不要量力而为，对，量力而为这个比较重要，对，毕竟这个只是对吧？可能爱好或者什么之类的，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所以你说真的喜欢潮玩的人，花再多钱他都愿意。有人喜欢收集模型啊或什么的，花再多钱他都愿意。所以陈老师，你不是要一套就是买全了，你就是挑自己喜欢的。没有，我只是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的 IP 是小野的，就是刚才，但是就这一个，但是这是小王子系列，我比较喜欢的 IP 是小野的这个。就买一个吗？还是这一套小野的都买全了？因为我们会说某一套里面可能会有雷款，所谓的雷款就是我们觉得长得非常难看，或者说对太雷人了。那如果是对很雷人的雷款，那你就在抽盲盒的时候，你那个肯定会有一定的几率会抽到雷款嘛，对。所以呢，一般来说我们可能因为一个系列可能有，比如说是6个或者8个，加上隐藏款，对，然后我可能就买个2、3个之后，后面如果真的我没有抽到我喜欢的款的话，我就在平台上在 App 上面买。对，我本来是一直想买这个系列，但是我就抽到这个我最喜欢的款，就其他就无所谓了。
所以笨叔你也要加入潮玩圈就对了。没有，就是别人一直在送我，我这次回去也是别人送我的这个真好，真好！你可以，你通过送之后，你可以了解一些这些 IP 的故事，还挺好的。而且那以后正好是10周年，所以今年现在在上海有一个展，那个展也是超级火，就是也是要预约要抢，但是对。对，就听完之后感觉自己非常不潮，潮不潮其实没去做关系，因为它本身就是应该是这潮玩个都是爱好啦啊，每个人的爱好不对同，这个很有意思。是那陈老师我刚刚看到你的大头照有唱歌的照片，那是怎么回事？就是你本身是喜欢唱歌，会有参加比那个其实是赛吗？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我2016年的时候在多伦多留学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可能我不知道那个茶叔和边知不知道，因为在日本的话，每年12月31号会有红白歌会，对就是红组白组。那当时在多伦多也有多伦多的红白歌会赛制，但是会请当地的日本人或者说会日语的当地的人会参加当时我参加比赛，我是唯一的一个就是非日本日本人的这个对参赛者。你唱的是抒情的日语歌吗？还是我唱的应该对，我唱的是抒情的日语歌。我没有，我唱的是抒情的然后那个电影是非常感人的一个电影，对，然后那个对。你是别人告诉你就很兴奋的，还是你其实是有一点没办法就上去？这个也是因为我当时在多伦多想用到日语，一开始用不到嘛，我没有不知道在哪里找日语，后来我就在多伦多的日本拉面店看到有那种免费的杂志，免费杂志里面就写上面有日语的杂志，上面就写现在有一个什么多伦多的红白歌会的这个，你可以就是先海选嘛，类似于海选，但他们海选没有那么多人去参加，就是先去预选，然后就参加，然后所以你就真的自己就是很自然的就直接去报名。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唱歌，然后也喜欢然后包括刚才说的小时候买那个动漫杂志，听他的歌曲什么之类的，对。所以陈老师你就也谈不到鼓起勇气，就是很自然的就很自然的去然后当时就要有一个朋友带我，就是他可能开车嘛，开车带我去那个赛场，然后我们就去那个怎么说预选的话是对，你会带那个你把那个伴奏带带着伴奏带，然后去就当场试唱一遍的，可能所以你是一个艺人，你不是 I 人，对吗？对，你是我的 MBTI 是艺人，对，我是 ENFJ，对，ENFJ，对，就是那个什么拿着大剑的那个。就你突然让我上场说2句话，我都会很紧张的啊。我小时候可能会紧张，但是但是我觉得被你做了老师，尤其是线下的老师的体验的话，第一次课你绝对你会逼着自己要成为艺人了，对不对？对，我还是就是上课老师的这方面是艺人，但是现实生活中 I 人。但是陈老师，我跟你说，像Ben老师这样，就是他逼着自己在学生面前要坚强，要讲课讲下去。但是呢，他的内心还是住着一个 I 人。对。陈老师，你是你就是一个很内外都是艺人，很纯粹的一个 E 人吗？还是其实你是压抑住自己 I 的个性？我记得我之前做那个MBTI 的测试，我用英语做的，当时的 E 是60%，E 还是60%，对，然后 I 是40%左右吧，我没有记错的话是这样，对，对，所以还是有比例，还是有一点 I 呀，对，会有 I 的比例，绝对会有的，因为比如说，我觉得你要阅读，你要做一些真的静下心来，你阅读翻译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 I 的这方面的，对吧？是需要肯定，对，这个陈老师，我们回到这个比赛哦，那个多伦多的比赛，我很好奇哦，就是你也不用鼓起勇气，你就很毅的就去上台就唱歌了。你那时候唱哪一首歌啊？还记得吗？我当时唱的是他的歌手的名字叫秦基博，秦朝的秦，基础的基，博士的博，秦基博的一首歌曲。然后呢，它是一个电影的歌曲。然后那个电影的主题大概是讲了一个卖那叫什么红豆馅儿的那个红豆馅的那个一个这种类似于像我们的红豆馅的小甜点的这样的一个以这个为主题的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对，因为当时我是先在多伦多的类似于那种日本文化中心，然后看了这个电影，然后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对，然后就
是很火吗？比如说 KTV 能找到这首歌吗？里面能找到，但是不至于到火，不至于到火。对，那陈老师，你现场可以啊，可以。能清唱两句吗？我刚刚已经预料到你会提问了。啊，对，我这一段节目刚刚就说，要不要请陈老师？我们两个刚才在那边说要不要？要，教室不是停了，重新再进来吗？我说一定要。等一下，我找一下歌词啊，我就可以来那个。对，我问茶师说你要不要 Q 嘉宾让他清唱两句？果然是个艺人，我最喜欢跟艺人聊天了，太爽快了。你看，作为 I 人，我都不好意思直接问你，我给茶叔发私信，我说你 Q 嘉宾唱两句。还好我也是艺人，所以我可以问，没关系。对，因为还是挺有意思，尤其是在10多年之后，对吧？然后因为还记得对不对？还没有到10年，对，就是2016年，对，稍等啊。而且我们有很多这个日本的观众啊，真的那个佳佳啦，还有那个好多Takimo 林子啦，林子，对，好，稍等啊，找一找。好的，没事，慢慢来，没事。只要你愿意唱，中文的名字叫《水彩之月》，水彩笔的水彩，水彩之月，月是月亮的月，C Sinoski，我不确定我现在记不记得多少，我看一下啊。ねもしも君にもう一度会えるとしたらうまく言えるかな。いつかと同じ水彩の月の下でもまたその横顔見てるだけだな。話せなかったことがたくさんあるんだ。言葉じゃ足りなくて、僕は君へのこの想いに変わる明日をあてもなく空に探してる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哇，你这个1秒就进入状态，哇好厉害！我真的觉得，陈老师是个很特别的人呢。哇，谢谢。哇塞！就突然想到我9年前唱那个歌的就那个还是很有意思。当时有没有就是还记得裁判的表情吗？还是观众？他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男生组、女生组，我绝对全部唱完之后，然后会决定是男生组赢还是女生组赢。所以最后是男生组赢，我们就很开心。而且那个也是在多伦多是已经是好像从来没有男生组赢过，对。真的啊？对，是唯一的。那你应该帮了不少忙。我觉得不敢。当时有很多很精彩的那个实力很强的那个对男性歌手，对。哇，我觉得这个陈老师的生活好精彩哦。就是其实是自己每个人都可以去决定自己生活的走向跟方式。你要让它丰富，它就丰富。我们不需要去找很多借口或理由，一切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那种感觉。对，我真的觉得陈老师给我这种感觉，就是陈老师，你有这样的一个 personality， 你觉得是从小父母灌输，还是生活背景，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我曾经自己也问过自己，为什么自己那么喜欢语言？我觉得我可能从小也经历过一段比较就是可能怎么说，就是朋友比较少的那个这种状态，孤独的状态，或者说，但是我突然觉得可能外语是打开我的一个新世界的一把钥匙之类的。就虽然是这样的话已经说得很俗套，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是这样。对，就是可能所谓的你会一个新的语言的话，会给你一种新的灵魂，可能就是对。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说法是对的。对。而且的确，我看陈老师你的生活，就是语言的确打开你很多扇门。你日文去接触日文相关的所有事物，然后韩文也是，然后你现在又很积极的学习其他的语言，法语。的确，你的生活的确是多彩多姿，而又很丰富。对，很棒。这个陈老师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对未来有什么想象？就是你希望未来是怎么样的，会是怎么样的世界？
OK，或者如果向往是怎么样的世界那也太大了，我不是也不需要就是嗯自己的一个向往是什对，么？对，怎么样的世界我不是对自有己的，对，对自己的你会想有一些大的改变，还是说现在状态很好，就是我这样觉得首先未来保的概持下去？念可以，就是未来是其实从比较广的意义上来，可以是10年后、5年后、3年后、2年后，甚至是明天也是未来，对不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但我觉得未来的基础是现在，然后你要把握每一天，你在嗯当下，因为有一些可能你当下的想法、当下的决定会影响到未来，或者说其实直接会影响到未来。对，当然我嗯希望我的未来也是继续保持这样的一种丰富的生活。如果有嗯这个幸运的话，可以继续有这样接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可以嗯，有机会可以去全世界各地看看。而且我有机会我也想来台湾看一下，因为我办了台胞那个不是台胞证，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卡，对，那个卡，因为两岸的关系，然后没有办法过来，对，对对然后对对，有机会我也嗯想来台湾有机看看。会要来，然后一定要来找我啊！我带你去没问吃饭，题行去吃个料理啊！如果那时候台北的那个什么泡泡玛特还开着的话，我要去台北的泡泡玛特看一下。对，啊，我自己都还没去过。去过。好嗯，，OK，哇，好，今天我觉得陈老师给我们非常丰富的视野，对，还有很好丰富精彩的资分享，很精彩。然后特别对于我这种宅男来说，陈老师的生活是很鼓舞我的。我真的觉得说人的生命是自己走出来的，精彩度也是自己活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要再怨天尤人，就开始去做吧。的确，未来就是今天是未来的基础，只要你今天过得充实，未来就会美好。好，对，好，OK，我们今天要感谢这个陈老师，谢谢你。那个传说 Ben，对，有机会啊，要再多访问你，来鼓舞我没问题，们自己。有时间对，互相学习，对，对，好，好，那今天就谢谢了，我们跟观众说声再见吧。OK，好，各位观众再好的见，拜拜，再见拜拜。